Hello， 大家好。蝴蝶兰能否顺利的在春天开花？冬天这一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。蝴蝶兰冬天的养护跟春夏秋这3个季节有什么不同呢？春夏秋这3个季节，如果气候环境允许的话，蝴蝶兰是可以种植在室外的。只要不被太阳光直接的照射，也就平安无事了。蝴蝶兰是一种不耐寒的植物，气温降到60华氏度，也就是15摄氏度的时候，就必须把它搬到室内了。在寒冷的环境里，蝴蝶兰几个小时就会被冻坏。被冻坏的蝴蝶兰也就回天乏术了。第2点值得注意的就是浇水。看一下这一颗蝴蝶兰是用玻璃杯子种植的，里面非常少的植料。这里长了一个花芽。这一颗蝴蝶兰春夏秋的时候，杯子底下都会保留一些水分。冬天我只会把根喷湿了就好。再来看一下这一颗蝴蝶兰是用水苔种植的，也是杯子无冻的种植方法。春夏秋的时候，我给它浇水呢，都是把水直接的倒进去，让水苔慢慢的吸水。而到了冬天，现在这个季节呢，水苔我只是保持它的湿润，而不是有多余的水分留在杯子底下。这一颗也是用玻璃瓶子种植的，里面也只是一点点的水苔，杯子底下也是没有多余的水分的。这颗兰花早2天我给它泡过盆，泡了大概5分钟，然后把所有的水分都沥干。现在这个湿度可以维持大概2个星期，到所有的根完全干了再给它喷水。这一颗蝴蝶兰也长出了2只花梗，小的花芽长得比较特别。通常花芽是在2片叶子底下面长出来的，这个花芽是在第1片叶子底下长出来，这个花芽就比较正常了。冬天的浇水跟春夏秋3个季节的浇水方法又不一样。天气寒冷，兰花长得就比较缓慢，对水分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，加上冬天的空气湿度比较大，水分挥发的没有那么快，所以冬天浇水的频率就要缓一些了。这个蝴蝶兰也是杯子无冻水苔种植的，看一下它的水苔，都是润而不湿的。在它的积极生长期，也就是春夏秋3个季节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会给它浇水。在冬天，我会等这些水苔差不多完全干了，才给它喷水。喷的水分也不会有多余的水分留在杯子底。冬天为什么不要浇那么多水呢？如果多余的水分留在杯子里面时间太长了，加上空气环境、温度的变化，就非常容易造成烂根。这个蝴蝶兰是用桃李木炭珍珠岩种植在这个花瓶里。看看它的根，都是润而不湿的，没有多余的水分在里面。平常给它浇水，
我都是直接倒一个桃粒的水位在杯子底下，冬天就直接给它喷几下水也就完事了。桃粒看上去也是润的，不是很干。这里也长出了一只花梗。我们平常说蝴蝶兰需要一个白天晚上一个温差，它才能顺利的长出花芽。就是说，如果白天的温度是70华氏度，晚上的温度就需要大概60华氏度左右了。蝴蝶兰在这种有温差的环境里，大概1个半月它就能长出花芽。那么它长出花芽之后，还需要继续有这个温差吗？蝴蝶兰顺利长出花芽之后，就不需要这个温差了。如果条件许可的话，可以把温度稍微的调高一些，花芽在温暖的环境里会长得更好、更健康，花苞也长得更好一些。冬天我们平常都会开暖气，开暖气的时候，空气环境会比较干燥，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当的给它做喷雾。做喷雾的时候要特别留意，别让多余的水分跑到叶心里面去。如果不小心把叶心喷湿了，要用纸巾及时的把这些水分吸干，也可以开风扇吹一吹。做喷雾的时候最好离兰花远一点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很多兰花在冬天会有一个休眠期，在它的休眠期，我们会减少浇水，停止施肥。那么蝴蝶兰我们在冬天要不要继续给它施肥呢？蝴蝶兰在冬天我们要继续保持它的营养，也就是要正常的施肥。冬天我们浇水的频率拉长了，就在我们每次浇水的时候还需要正常的给它施肥。我是每一次浇水都会用酵素兑水来给它喷。春夏秋3个季节，我们可能每个星期给它浇一次水，到了冬天每2个星期才给它喷水，那也就2个星期给它喷一次肥。除了正常的施肥之外，足够的阳光也是蝴蝶兰开花的必要条件。冬天的日光照比较短，自然的光线不足，最好还是选择用植物灯。光线不足会直接影响花苞的生长。最后的一点就是我们平常把这些兰花放在窗边的时候，一定要留意，别让兰花被冻伤了。